演习，演着演着就习惯了。今天是金门，下一个不用说了。大家好，我是肖云华，欢迎收看云华观点。佩洛西在台海制造了危机，但同样也是一个契机，中国把握住了。今天聊聊这个话题。毫无疑问，前段时间的台海局势距离战争只有一步之遥，这是一场危机，但同样也是一个契机。而中国把握住了这个契机。最近解放军无人机已经连续多天飞到金门的上空，然后我国也明确表示，解放军在台海的巡航以及军事演训活动将会成为一种常态。所以美国只想着挑衅，却没有想到把机会送给了中国头上。正所谓演习，演着就习惯了。今天解放军无人机进入的是金门，下一个不用多说，进入哪里了？在这一件事情之后解放军军舰和军机逼近海岸10海里也会是一种常态。既然已经开了这个头，那解放军就会把这个演习保持下去。至于岛内一些人能不能习惯，不是他说了算，而是我们解放军说了算。岛内那些人做贼心虚只会感觉解放军打出的每一枚导弹目标都像是打在自己身上，而且这些人的靠山对此也只是有心无力。此前为了佩洛西美军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在前面开路，8架战机给佩洛西的专机护航，极力表现出了一副要保护佩洛西到底的意思。而美国要保的也只是一个佩洛西，佩洛西前脚刚走，解放军演习还没有打响，只是放出一张标有演习区域的作战图，里根号航母战斗群就消失了踪影。美国是想看到解放军动手，但却不代表美国就想给中国碰一碰。美国一向都是把盟友推到前面去挡子弹，自己躲在后面煽风点火，所以这样的正面军事冲突，美国是能免则免。在这个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也是美国一次次给中国军方打电话，想要给当前的局势降降温，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中国的做法非常给力，不接。美国主动挑事，在底线上挑衅中国，现在让中国冷静的又是美国，那有这样的好事呢？所以我们不仅取消了与美军的军事活动，连美军高层打来的电话都直接挂掉。同时，我国还强调，中国也愿意跟美国沟通，但这不是中国单方面的责任。如果美国持续挑衅中国，一边说着不要误会，一边把手往中国的底线上伸，那么中国也不会坐以待毙。这一次之所以没打起来，那是因为中国清楚，中国一直以来的目标都是统一，而不是跟美国开战。解放军要打的也不是美军，但是美国要继续挑衅，那么现在就不是解放军无人机飞到金门了，解放军战机和军机距离海岸就不会再是10海里不到了。这种情况一旦出现，那就意味着大陆放弃了和平解决问题的期待，只能武力解决所有问题。而解放军一旦动手，那也做好了覆灭外部势力的准备。这次解放军大规模演习，北面就是在仿着日本，东面在仿着美国，南面在仿着澳大利亚。目前中国要是动手，蠢蠢欲动的也就这么3个国家。但是今天的中国不是100年以前的中国了，任人欺负、任人宰割的旧中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不惹事儿，但是也不怕事，胆敢谁来挑衅中国，必叫他有来无回。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